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他把签好字的协议书推了回去，动作很轻。然后他站起身，准备离开这间崭新的、还散发着皮革与木漆混合气味的办公室。等一下，新上任的总监罗浩叫住了他，声音里有一种被打乱了节奏的恼怒。沉默的手已经握住了冰凉的金属门把手。他停下来，罗浩靠在宽大的老板椅里，身体前倾，审视着这个让他感到一丝不安的男人。我问一句，你负责的到底是什么部门？沉默侧过脸，镜片后的目光平静得像一口深井。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投进罗浩心里。我重试，错误原因，我负责的部门啊。明天郑总经理会亲自通知你。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华庭家居的天像是要塌了。公司布告栏上那张红头文件像块白膏药，贴在所有人的心口上。纸是红头的，字是黑的。罗浩，营销中心新任总监。底下是一串耀眼的履历，什么常春藤，什么 MBA， 什么跨国公司工作经验。这些字眼在华庭这家土生土长的公司里，像扔进鸡窝里的石头。办公室里死气沉沉。以前爱唠嗑的几个婆姨，如今见了面，嘴都跟缝上了线似的。键盘声也轻了，生怕哪个动静大了就招来祸事。大家都晓得，新官上任总要烧几把火，这火会烧到谁的屁股底下，谁心里都没底。沉默的日子倒跟从前没什么两样。他还是早上7点半准时出现在公司，用他那个掉了瓷的搪瓷杯子泡上一杯酽茶。茶叶是朋友从乡下捎来的，不值钱，但浸泡。他端着杯子，穿过弥漫着紧张气息的开放办公区。人们的眼神像水里的鱼，一触到他就飞快地游开。他在公司里就是这么个人，话不多，没脾气，见谁都点个头，但谁都觉得跟他不怎么亲近。像一块路边的石头，天天见，但没人会特意多看一眼。他的办公室在走廊最尽头的那个角落，门上挂着个小牌子，写着市场战略情报组。这名字听起来吓人，其实里头算上他，拢共就3个人。一个叫小丽的姑娘，去年刚毕业，水灵灵的，见了人就脸红。每天的工作就是从各种网站上把竞争对手的打折信息、新品广告一条条扒下来，填进表格里。还有一个叫老张的，再有2年就该退休了。人有点蔫，干活慢，负责给小丽扒下来的信息做分类归档。他总是慢悠悠的，一杯茶能喝1个上午。沉默呢，就是这个小组的头。他的工作就是对着小丽和老张捣鼓出来的那些东西看，一看就是一整天。电脑屏幕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图表，像蚂蚁爬。外人看来，这部门就是个清闲的养老地，不创造1分钱的效益。新总监罗浩的第1次全体大会就在这种气氛里召开了。罗浩这个人跟华庭公司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年轻，头发用发胶梳得锃亮，一根乱的都找不见。身上穿的西装，笔挺得像刀切过一样。人走过去会留下一阵淡淡的古龙水味儿，呛人。他开会是站着的。背后的大屏幕上放着花里胡哨的 PPT， 他说的话一半是中文，一半是听不懂的洋文。我们华庭过去的模式
太 old school 了。未来我们要聚焦 user portrait， 打造我们的 brand story。所有部门必须拿出你们的 KPI， 拿出你们的 OKR， 每个人的 performance 都要有数据支撑。他说话的时候，下巴微微抬着，眼神里有种藏不住的蔑视，仿佛底下坐着的这群人都是些不懂事的土包子。会开到一半，他话锋一转：“我看了上个季度的一些报告，简直是 disaster。”他把灾难这个词说得又重又响，通篇都是主观臆断，没有数据，没有逻辑。这种东西在我们以前的公司是会被直接扔进碎纸机的。他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几个老部门经理的脸上一一扫过，被他看到的人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整个会议室安静得能听见人喘气。这次会后，罗浩的第一把火就烧了起来。他要求所有部门3天之内提交一份部门核心价值与 KPI 量化报告。陈默办公室里，小丽有点慌：“陈哥，这个报告怎么写啊？咱们部门有什么 KPI 啊？”小丽的工作就是复制粘贴，怎么量化？老张的工作就是分门别类，又怎么量化？陈默笑了笑，让他别急。他自己动手，把他和小丽、老张这段时间整理的所有数据，做成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名字叫《华庭家居上半年消费者地域分布、年龄结构及购买偏好分析报告》。报告后的像本字典，里面没有一句空话，全是数据图、趋势线，还有各种复杂的模型推演。他让小丽把这份报告交了上去。报告送到了罗浩的助理手里。助理是个20出头的姑娘，打扮得跟个明星似的，踩着高跟鞋，哒哒地响。她接过那厚厚的一摞纸，眉头就皱了起来。这是什么？小丽小声说：“我们部门的报告。”助理翻了2页，上面全是他看不懂的曲线和表格。他切了一声，把报告随手扔在了桌角那堆杂物上。罗浩正好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那是什么？他指了指。助理用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点了点，那个战略情报组交上来的，跟天书一样，全是数字。罗浩走过去，拿起来，掂了掂分量。他脸上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战略情报组。他把报告扔回桌上，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几个工位的人听见。我看是公司成本黑洞组吧。这话像风一样，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公司。大家都觉得陈默那个部门这次怕是悬了。果然，没过几天，第2把火就烧到了头顶。罗浩要进行组织架构优化，说白了就是裁员。裁员的名单像一份死亡通知书，在公司内部的聊天群里疯传。市场战略情报组赫然排在第1个，理由写得冠冕堂皇。该部门工作与公司主营业务关联度低，产出无法量化，不符合未来发展要求，予以整体裁撤。消息传开那天，小丽的眼圈当场就红了。她趴在桌子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她才刚来1年，房租还没着落，工作就没了。老张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声不吭地抽着烟。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眼睛疼。他嘴里反复念叨着：“没道理啊，这怎么就没道理啊？”陈默从外面走进来，他看了看哭着的小丽，又看了看唉声叹气的老张。他走过去，把窗户推开，让外面的风吹进来，散散烟味。他拍了拍小丽的背：“别哭了。”
他的声音很温和。天塌不下来。你年轻，人又聪明，去哪儿找不到工作？这儿的经验够你写在简历上了。他又走到老张身边，把他的烟从嘴里拿下来，灭在烟灰缸里。张哥，你也别愁，你本来就快退了，这下好，公司给 N+1补偿，比你熬到退休拿的还多。回家正好，天天陪孙子玩，多舒坦。他的话像有种魔力。小丽渐渐不哭了，开始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老张也不再念叨了，只是一个劲的叹气。沉默自己什么也没收拾。他像往常一样坐在电脑前，打开一个复杂的程序，屏幕上又跳出了那些蚂蚁一样的代码和数据。他对着电脑看得入了神。下午3点钟，罗浩的助理又踩着那双哒哒作响的高跟鞋来了。他站在门口，脸上带着一种城市化的同情。陈组长，罗总监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这一刻终于来了。整个办公区所有的声音仿佛都在这一瞬间消失了。所有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沉默的背影上。他站起身，跟着助理走向那间象征着权力的总监办公室。罗浩的办公室跟公司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地上铺着厚厚的灰色地毯，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空气里有股新家具和皮革混合的味道，还有罗浩身上那股标志性的古龙水味。罗浩坐在那张巨大的黑色老板椅里，他在打电话，说的是英文，语速很快。他看到陈默进来，没有停下，只是用眼神示意他坐到对面的椅子上。陈默没有坐，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办公桌前，像一根木桩。罗浩讲了足足5分钟电话才挂断。他把手机扔在桌上，身体向后，深深地陷进柔软的椅背里。他交叉起双手，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着眼前的沉默。他很享受这种感觉，这种掌控别人生杀大权的感觉。沉默。他开口了，声音平淡，像在宣布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应该已经听到消息了。沉默点了点头。公司的决定不是针对你个人。罗浩开始了他那套早就准备好的说辞。市场是残酷的，企业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地优化自己，砍掉那些不产生效益的、落后的部分。这就像一棵大树，要长得更高，就必须剪掉一些多余的枝桠。他顿了顿，似乎在欣赏自己的比喻。你的部门，这个战略情报组，坦白说，我看不到它的价值。一堆过时的数据，一堆无法验证的分析，对于我们冲锋在一线的销售团队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所以，经过我和高层领导的慎重评估，我们决定裁撤这个部门。他说完，从抽屉里拿出2份装订好的文件。他把文件推到陈木面前。这是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你签一下。放心，公司不会亏待你。补偿金是 N+1， 1分都不会少。对于你这样的老员工，公司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他的嘴角带着一丝施舍般的微笑。他在等待，等待沉默的反应。他设想过很多种可能，他可能震惊，可能愤怒，可能会质问为什么。他也可能低声下气地恳求，说自己家里有老人孩子要养，请求再给他一个机会。罗浩都想好了应对之策。他会用更冰冷、更职业的语气告诉他，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他甚至有些隐秘的期待
期待看到这个平日里默不作声的男人在他面前崩溃失态的样子，那会让他今天的这场胜利更加完美。可是他想的一切都没有发生。沉默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他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他只是伸出手，默默地拿起了那份协议，然后他开始看。他看得非常慢，非常仔细，就像他平时看那些数据报告一样。他的手指从第一行字慢慢滑到最后一行。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中央空调出风口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罗浩脸上的笑容不知不觉地僵住了，他感觉很不对劲，眼前的景象完全脱离了他的剧本。他感觉自己像个用尽全力准备表演一场好戏的演员，结果台下唯一的观众却压根没看他，而是在低头研究节目单。这种被彻底无视的感觉让罗浩心里升起一股无名的火气。终于，沉默看完了，他抬起头看了罗浩一眼，那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看不到底。然后他从自己洗得发白的衬衫口袋里掏出了一支笔，一支最普通不过的黑色签字笔，街边2块钱一支的那种。他拧开笔帽，俯下身，在协议书末尾的签名栏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沉默，那2个字写得方方正正，一丝不苟。他签完一份，又拿起另一份，用同样的方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整个过程流畅得像排练过无数次，没有犹豫，没有停顿。签完字，他把笔帽重新盖好，插回口袋。他把其中一份签好字的协议轻轻地推回到罗浩面前。他做完这一切，甚至还对着罗浩礼貌性地点了点头。然后他转身就准备离开，他要走了。他竟然就这么走了，没有一句质问，没有一句辩解，甚至没有一句抱怨，他就这么接受了。罗浩彻底愣住了，他感觉自己被一股巨大的荒谬感所包围。他精心准备的一切，他引以为傲的雷霆手段，在这个男人面前都变成了一场滑稽的独角戏。他感觉自己不是胜利者，而是一个被戏耍了的小丑。那股无名的火气瞬间在他胸中燃烧起来。就在沉默的手已经握住了那冰冷的黄铜色的门把手，就在他准备拉开门走出这间办公室的一刹那，罗浩几乎是本能地喊了出来：“等一下！”他的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要尖锐一些，带着一种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恼怒和不甘。沉默的动作停住了，他的手还搭在门把手上，他没有回头。罗浩盯着他的背影，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穿着廉价格子衬衫的背影。此刻，这个背影却让他感到了一丝莫名的寒意。罗浩清了清嗓子，试图找回自己的权威和风度。他换上了一副公事公办的、带着审问意味的口气：“我看了你的档案，很简单。但是为了完善离职的流程，我最后问一句，你负责的到底是什么部门？”这个问题带着钩子，它既符合程序，又是一种最后的居高临下的挑衅。他想逼这个男人开口，他想听听，在被扫地出门的最后时刻，他会如何为自己那个被定义为毫无价值的部门做出苍白无力的辩解。他想看到他的不甘和狼狈。沉默了，空气仿佛凝固了，足足过了好几秒钟，他才慢慢的侧过了脸。他没有完全转过身，
只是侧着脸看着罗浩。办公室明亮的灯光照在他的镜片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白光。罗浩看不清他的眼神，但他能看到沉默的嘴角似乎微微向上勾起了一个极小的弧度。那不像是一个微笑，更像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怜悯。然后沉默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很慢，但在死寂的办公室里，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狠狠地钉进了罗浩的耳朵里。我重试，错误原因。他拖长了音调，像是在自问。我负责的部门啊。他的语气不带任何情绪，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他看着罗浩那张错愕的脸，一字一顿地说出了那句让罗浩事后想起来都脊背发凉的话：明天郑总经理会亲自通知你。话音落下，沉默不再有任何停留。他转回头，拉开门，走了出去。门在他的身后轻轻地合上了，咔嗒一声，那声音像是法官落下的锤子，宣判了什么。办公室里只剩下罗浩一个人，他像一尊石像，僵硬地坐在那张巨大的老板椅里。明天郑总经理会亲自通知你。这句话像一个魔咒，在他脑子里反复地、疯狂地回响。郑总经理，郑启明，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一手缔造了华庭帝国的男人，一个被裁掉的最底层的小组长，他的事怎么可能惊动到公司的最高层？还是总经理亲自通知？通知什么？荒谬！重试！错误原因！这太荒谬了！罗浩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叫沉默的男人在虚张声势，他在用这种方式进行他最后的无力的报复。可是当他回想起沉默说那句话时，那平静到可怕的眼神，罗浩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一股寒意从他的尾椎骨一路向上窜到了天灵盖。他突然感觉这间崭新、豪华、象征着他权力和未来的办公室变得像一个冰窖。他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忽然有种冲动，想冲出去，把沉默抓回来，问个清楚。但他没有，他的骄傲不允许他这么做。他拿起桌上的杯子，想喝口水，却发现自己的手竟然在微微发抖。他越想越不对劲，沉默那过于平静的反应，那句没头没尾的话，像一根刺扎进了他的心里，让他坐立难安。他打开电脑，再次调出了沉默的个人档案：学历普通，重试，错误原因，履历简单。照片上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看起来有些木讷的男人，怎么看都只是一个最普通的，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公司职员。罗浩不甘心，他拿起电话拨给了那个把他推荐进公司的元老董事。电话接通了，那头传来董事中气十足的声音：喂，小罗啊，有什么事？罗浩组织了一下语言，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随意。王董，跟您打听个人，公司里有个叫沉默的，您有印象吗？电话那头的王董显然愣了一下。沉默？哪个沉默？没印象。怎么了？罗浩心里一沉，继续旁敲侧击，就是原来市场部下面一个叫战略情报组的头。今天我做组织优化，把这个部门给裁了。王董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裁了就裁了吗？一个小组长多大点事？这种务虚的部门早就该砍了。你这事办得对，
有魄力。郑启明那边要是问起来，我帮你挡着，你放手去干，尽快做出业绩来，比什么都强。挂了电话，罗浩非但没有安心，反而更加心神不宁。王董这种老派人物，眼里只有销售额和人脉，他不知道沉默，很正常。但这并不能解释沉默那句奇怪的话。罗浩又试图在公司的 OA 系统里查找市场战略情报组的历史报告，他想看看这个部门到底都在干些什么。但他惊愕地发现，所有相关文件的访问权限都被设置成了最高绝密，他的总监权限竟然无法打开。访问记录显示，这些文件的唯一授权查阅人是总经理郑启明。罗浩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务虚部门，它的产出为什么会是只有公司一把手才能看的绝密？这天晚上，陈默回家，像往常一样，妻子在厨房忙碌，饭菜的香气飘满了整个屋子。6岁的女儿扑过来，抱着他的腿，让他陪自己玩新买的拼图。他没有提公司的事，一个字都没有。他陪着女儿，把1000块的拼图一块一块地拼凑起来，拼成一幅梵高的星空。而城市的另一头，罗浩一夜无眠。他抽了半包烟，脑子里乱成一团麻。他不断地安慰自己，是沉默在故弄玄虚，是自己想多了。但那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一样越缠越紧，让他几乎窒息。第二天上午9点整，华庭家居最高级别的季度战略决策会准时召开。能坐在这张会议桌旁的都是公司的核心人物，各个中心的老总，几个手握实权的董事，还有总经理郑启明。郑启明坐在主位上，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色的中山装，不苟言笑，神情威严。今天的会议主角是罗浩，他要在这里向所有人展示他的宏图大志。他准备了半个月的全新营销方案，将在今天第一次完整亮相。罗浩深吸一口气，走上前来。他强迫自己忘掉昨天的不安，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次汇报中。他讲得很好，口才流利，逻辑清晰。他描绘了一个无比诱人的未来，一个通过他这套互联网打法，能让华庭的销售额在1年内翻倍的未来。他讲了整整40分钟。讲完后，他自信地看着郑启明，等待着掌声和赞许。会议室里却是一片死寂。郑启明面无表情，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那赌赌赌的声音像重锤一样敲在罗浩的心上。终于，郑启明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穿透力。罗总监，你的方案听起来很动人，但是它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那就是我们明年要推出的那款主打意式轻奢风的新品能够一炮而红。郑启明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如炬。现在，请你拿出数据，告诉我，你凭什么认为它能红？它的目标客群到底是哪些人？他们的年龄、收入、地域分布、购买习惯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定价1299到1599这个区间是怎么算出来的？市场最大承受度是多少？最有利的竞品是哪几款？我们的优势在哪里？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砸向罗浩。罗浩的脑子嗡的一声。他带来的团队准备的都是些宽泛的行业分析，是那些在网上花钱就能买到的数据。郑启明问的这些
如此具体，如此深入，他们根本没有。郑总，罗浩的额头开始冒汗。我们的判断是基于对市场上同类成功案例的分析。我不要听案例。郑启明的声音陡然提高。我问的是我们华庭自己的数据。我要的是基于我们公司过去3年全国300家门店，超过2000万条销售记录，结合线上全渠道用户行为追踪，以及覆盖2万名核心会员的深度调研，建立起来的那个华庭消费趋势预测模型，给出的最终分析报告。郑启明的目光像2把锋利的冰锥，死死地钉在罗浩脸上。报告呢？华庭消费趋势预测模型。罗浩的脸色瞬间变得像死人一样惨白。他听到了这个词，一个他昨天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谜一样的存在。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无法挽回的错误。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身上。他身后的助理，那个时髦的女孩，大概是看他实在下不来台，哆哆嗦嗦地凑到他耳边，用只有他们2人能听见的声音，绝望地提醒了一句：“罗总监，那个模型，好像一直是沉默，他们组在负责。”轰隆！罗浩的整个世界崩塌了，他感觉天旋地转，几乎要站立不稳。沉默，又是沉默。他昨天亲手裁掉的那个男人，他昨天亲手解散的那个部门。郑启明看到了罗浩脸上死灰般的表情，他心中那不祥的预感在这一刻得到了证实。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沉默人呢？他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一丝危险的颤抖。让他立刻、马上带着他的模型和报告到这里来。罗浩站在那里，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他的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说话！郑启明猛地一拍桌子，巨大的响声让整个会议室都为之一震。罗浩被这一声巨响吓得浑身一哆嗦。他终于用一种近乎哭腔的蚊子一样的声音说出了那句话：“郑总，我昨天把他给裁了。”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会议室里掉根针都能听见。偌大的空间，几十个人，几十颗心脏，仿佛都停止了跳动。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那个被寄予厚望的海归总监，竟然干出了这等蠢事。那几个平日里和罗浩走得近的经理，下意识地把椅子往后挪了挪，想离他远点。推荐罗浩进来的王董，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端起茶杯，想喝口水，手却抖得厉害，茶水洒了一片。他想开口说点什么，为自己挽回点颜面，可张了张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知道，这次他这张老脸是彻底丢尽了。郑启明的脸由红转青，由青转白，像一块烧红的铁，被猛地扔进了冰水里，又瞬间捞了出来。他的胸膛像个破风箱一样剧烈地起伏着。他死死地盯着罗浩，那眼神像是要活生生把他吞下去。他想发作，可理智告诉他，这是最高决策会，他必须控制。他放在桌下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指甲深深地掐进了肉里。那疼痛让他勉强维持着一丝清明。他想起了3年前他亲自去竞争对手的公司楼下赌沉默的场景。第一次，沉默说他不想动；第2次，沉默说他对华庭没兴趣；
第3次，他带着华庭未来10年的数字化转型草案，和陈默在一家路边小馆谈了整整1夜。他把自己的野心、自己的困境、自己的梦想，全都掏心掏肺地说了出来。最后，陈默只是看着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我需要绝对的自主权和不被干扰的环境。”他当场拍板，答应了一切。他把陈默藏在公司最不起眼的角落，给他最绝密的权限，就是为了给他那不被干扰的环境。他像一个老农，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地里那棵唯一的能结出金果子的苗。可现在，这棵苗被一个他亲手招进来的、自以为是的白痴给连根拔了。这地狱般的10几秒，对罗浩来说，比1个世纪还要漫长。他感觉自己的听觉已经失灵，周围的一切声音都变成了嗡嗡的耳鸣。他看到郑总的嘴唇在动，却听不清在说什么。他看到周围同事的脸上是毫不掩饰的震惊、嘲讽和幸灾乐祸。他感觉自己像个小丑，一个自以为是的、画着滑稽油彩的小丑。终于，郑启明心中那座压抑的火山彻底爆发了。他猛地站了起来，椅子因为他过猛的动作向后滑出，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他指着罗浩的鼻子，用一种压抑到极致，以至于有些嘶哑的、咆哮的声音吼了出来：“你把他裁了，罗浩！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你知不知道你嘴里那个毫无价值的部门，那个被你当成垃圾一样扔掉的部门，他到底是干什么的？”郑启明的声音在空旷的会议室里激起一阵阵回音，像鞭子一样，一下一下抽在罗浩的脸上，也抽在每一个在座高管的心上。那是我们华庭的大脑，是我们这艘在风暴里航行的大船的导航仪。去年，我们为什么敢逆势在重庆开那家旗舰店？所有人都反对，都说那是个坑。凭什么？就凭陈默提前半年给我的一份报告。报告里预测，那个商圈的人流结构将在半年内发生根本性变化。现在呢？那家店成了我们西南片区唯一的盈利增长点。前年，我们为什么敢砍掉卖了10几年的那个经典沙发系列？所有经销商都跟我闹，都说我疯了。凭什么？就凭陈默的模型告诉我，那款产品的目标客群已经老化，5年内必然被市场淘汰。现在呢？当初跟我们闹得最凶的对手，因为没砍掉同类产品，库存积压，差点资金链断裂。我花了2年，整整2年时间，我3顾茅庐，亲自把他从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那里像祖宗一样请过来的。他是国内最顶尖的消费行为数据专家，不是你手下那些只会做 PPT、满嘴洋屁的所谓精英。我们公司这2年能从电商的冲击下活过来，能开对每一家新店，能砍掉所有不赚钱的产品线，能精准地开发出每一个爆款，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靠的就是他那个该死的你看不起的数据模型。那是我在董事会跟这帮只知道看眼前利益的老家伙们拍桌子叫板的唯一底气，是我们公司未来10年的命根子。郑启明气得浑身发抖，他绕过会议桌，一步步走到罗浩面前。他的皮鞋踩在光亮的地板上，发出沉重的一步紧似一步的响声，像丧钟。你重试，错误原因。他的手指几乎要戳到罗浩的鼻尖上。你为了你那点可笑的从哈佛教科书里学来的狗屁管理美学，为了你那点急于求成的
可怜的微信。为了给你自己安插的人腾位置，别以为我不知道。最后一句话像一道惊雷，让推荐罗浩的王董手里的杯子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郑启明没看他，只是死死地盯着罗浩。你把我们公司的大脑给活生生切掉了。罗浩彻底崩溃了，他双腿一软，几乎要瘫倒在地。他终于明白了，陈默昨天那平静到诡异的反应，明白了那句明天郑总经理会亲自通知你的真正分量。那不是一句威胁，那甚至不是一句预言，那只是一个陈述，一个对他这个自作聪明的傻瓜即将面临的命运的最冷静、最残酷的陈述。那一天，罗浩成了华庭公司创立以来最大的一个笑话。他甚至没能等到公司走完正式的解聘流程，会议还没结束，郑启明的助理就接到了指示，当场通知人事部启动紧急解聘程序。当天下午，他就被勒令清空自己的所有物品，立刻离开公司。他抱着那个装着他个人物品的纸箱，低着头，从那些曾经用崇拜和畏惧的目光看着他的下属面前，狼狈地走过。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助理，那个时髦的女孩，在看到他的时候，飞快地转过头，假装在打电话。他看到了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几个小组长，像躲避瘟疫一样，纷纷低下头，假装在忙碌。他甚至看到了门口的保安，那个平日里对他点头哈腰的中年男人，眼神里也带着一丝藏不住的怜悯和鄙夷。没有人同情他，他像一条丧家之犬。当天傍晚，一辆黑色的奥迪6悄无声息地停在了陈默家那栋破旧的居民楼下。郑启明亲自开的车，他提着一盒上好的龙井和一篮新鲜的水果，一步步爬上那狭窄的、散发着霉味的楼梯。每上一级台阶，他心里的愧疚就加深一分。他想到自己给了陈默最核心的权利，却没能给他最基本的保护。他为了平衡董事会的势力，接纳了罗浩这个蠢货，到头来差点毁掉了自己最重要的一张牌。他站在陈默家门口那扇斑驳的铁门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然后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陈默。他看到郑启明，脸上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仿佛早就料到他会来。郑总，重试，错误原因。他平静地打了声招呼，把郑启明让了进来。郑启明看着这个只有60平米、陈设简单却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家，墙上贴着孩子画的画，阳台上晾着刚洗过的衣服，空气里有股淡淡的饭菜香。这和自己那空旷、冰冷的别墅简直是两个世界。他心里五味杂陈。他把东西放下，看着陈默，语气里充满了真诚的歉意。陈默，对不住，是我识人不明，用错了人，让你受委屈了。是我混蛋，为了跟董事会那帮老顽固妥协，引狼入室。陈默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用的是一个普通的玻璃杯。没什么委屈的，郑总。他的语气还和昨天一样平静。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我理解。他是总监，我是下属。他做决定，我执行。流程上没有错。陈默越是这么说，郑启明心里就越不是滋味。这平静背后是多大的失望？郑启明苦笑了一声：“别跟我提规定了。以后在华庭，你的话就是规定。”他看着陈默，直接切入了正题：“回来吧。”
我决定在公司总部成立一个独立的一级部门，叫数据战略中心。你来做首席数据官 CDO， 直接对我一个人汇报。这个部门的人事、预算全部由你说了算，除了我，谁也无权干涉。你的薪水在之前的基础上翻一番。另外，我给你承诺，以后所有基于你的数据模型而立项并且成功盈利的项目，你个人可以拿到项目净利润1%的分红。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人疯狂的条件。沉默却沉默了。他端起自己的搪瓷杯，喝了一口茶。他没有看郑启明，而是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那老张和小丽呢？郑启明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他指的是他原来那2个手下。他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以为陈默会提更多的个人要求，没想到他心里还装着那2个最微不足道的小兵。这一刻，郑启明才真正明白自己当年为什么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这个男人挖过来。他不仅有才，他还有心。郑启明立刻说道：老张，公司直接返聘，作为新中心的行政顾问，工资待遇不变，我再额外给他加1份养老津贴。那个叫小丽的姑娘，我让她做你的首席助理分析师，编制立刻解决，薪资提2级。以后你部门里所有人的去留都由你一个人决定。听到这里，陈默才缓缓地点了点头。好。1个星期后，陈默重新回到了华庭公司。他还是穿着那身普通的衣服，背着那个用了多年的电脑包。但他走过办公区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了，空气仿佛凝固了，窃窃私语声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齐刷刷地汇聚到他身上。那些曾经或无视、或鄙夷、或同情的目光，全都变成了敬畏和仰视。他的新办公室在顶楼，紧挨着总经理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整座城市的风景。郑总亲自拍板，从外面高薪挖来的2名顶尖数据工程师已经恭敬地等在了那里。他们都是名校毕业，履历光鲜。看到陈默，立刻站起身，拘谨地喊了一声：陈老师。陈默点了点头，像往常一样走到自己的工位前，放下包，打开电脑。其中一个年轻人大概是想表现一下，上前一步，开口道：陈老师，我们都听说了，您真是太……陈默没等他说完，就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他没有说任何一句关于自己王者归来的豪言壮语，他甚至没有提罗浩那个名字。他只是把电脑打开，调出一个文件，然后对那2个一脸崇拜地看着他的年轻人平静地说：好了，我们开始工作吧。他指了指屏幕上的文件，把罗浩之前那个新品方案的原始文档找出来。虽然整个方案是胡闹，但它里面提到的几个关于年轻用户消费心理的洞察点，我觉得有点意思。任何数据，只要它是真实的，就不是垃圾。我们把原始数据调出来，重新跑一遍模型，看看能不能从它这个垃圾堆里淘出点金子来。说完，他戴上眼镜，手指又开始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起来。窗外的阳光照在他专注的侧脸上，仿佛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他还是那个沉默的沉默，但所有人都知道，从今天起，他不再是那块路边的石头了。他是这艘大船的定海神针。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
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